黑芝麻搭配雞蛋，這種做法你吃過嗎？你見過嗎？如果沒有，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這個是老一輩留下的傳統土方法，真的太實用了。大家好，我是鵬鵬。黑芝麻是我們生活中非常常見的，其實它是一種藥食同源的食材，它當中富含脂肪、蛋白質、膳食纖維以及礦物質等等。最常見的2種食用方法就是藥用或者烹飪等等。然而今天咱們要把它和雞蛋搭配在一起來食用，怎麼樣，家人們，很稀奇吧？那麼快看一看我們到底是怎樣搭配的呢？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這種方法，那麼我們先用1小勺，以免造成浪費。接下來把芝麻倒入漏勺中，因為用之前黑芝麻我們需要先洗一洗，把表面的灰塵給它洗掉。洗黑芝麻非常簡單，只需用水給它冲一冲，這樣一來，冲出來的灰塵就會通過漏勺過濾出去。現在黑芝麻已經清洗乾淨了，然後我們需要把上面的水分除掉。沒錯，我們直接開鍋，然後把火給它轉到最小。家人們一定要記住，全程使用小火喲。然後把洗好的黑芝麻倒入鍋中，開始慢慢翻炒，一定要不停的翻炒，否則芝麻是非常容易被炒糊的，那樣就會大大的影響口感。直到把黑芝麻表面的水分炒乾即可。炒黑芝麻的過程當中，你會聞到特別濃郁的一股香味撲鼻而來。沒錯，這就是黑芝麻當中的芝麻香味。直到把黑芝麻炒成這樣即可。這個時候，你不僅僅會聞到非常香的一股味道，還會聽到芝麻散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音。沒錯，這是正常情況，這說明芝麻當中的水分已經被完全炒出。那麼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選擇關火，然後把黑芝麻盛出，倒入研磨機中。當然，如果家中沒有研磨機，也可以用石臼來沖，或者用擀面杖來擀都是可以的，只需要將黑芝麻給它碾碎即可。接下來把研磨機蓋子蓋緊，如果不蓋緊就会出现這種情況，所以一定要蓋嚴實，然後開始打磨。這裡咱們最多給它打磨15秒鐘左右即可，因為黑芝麻經過炒已經非常乾了，一下就能把它打成粉末。然後我們揭開看一看，揭開的一瞬間，你會聞到一股特別濃郁的芝麻香味，然後用勺子刮一刮，這是因為芝麻打成了細末，它會粘在這個研磨機的內壁上，所以給它刮下來，然後放入一個乾淨無水的小碗中，全部盛出之後，咱們用多少取多少，然後用保鮮膜給它包裹起來保存。現在咱們的黑芝麻粉已經處理好了，再進行下一步操作。這裡再準備1到2個雞蛋，具體多少根據個人而定。當然，雞蛋我們雖然說要去殼，但是用之前也要給它認真清洗一下，因為雞蛋表面特別的髒，有雞糞殘留，還有細菌。如果不清洗，我們在打雞蛋的時候很有可能把細菌弄在雞蛋液裡面，因此用之前要洗乾淨。先把鸡蛋表面淋濕，然後倒上一點食鹽，然後再搓洗雞蛋，這樣不僅可以把雞蛋表面的雞糞殘留搓洗乾淨，而且食鹽還可以起到一個殺毒消菌的作用。因此用這種方法就可以把雞蛋表面洗得乾干淨淨，
不知道平時你們在吃雞蛋之前有沒有用這個方法先把雞蛋殼給它清洗一下呢？如果沒有，那麼記住了，以後吃雞蛋時一定要提前清洗哦。因為無論再有營養價值的食材，我們都要給它清洗的干干淨淨。然後用水一冲，把鸡蛋上面的食鹽冲下來即可。這樣就得到了一個乾淨的雞蛋了。這時候再來打雞蛋，就不用擔心把細菌或者髒東西打進雞蛋液裡面了。然後開始打雞蛋。一定要把鸡蛋液给它搅拌均匀。那麼如何辨別雞蛋液是否攪拌均匀呢？我們可以通過雞蛋液裡面的顏色來辨別。咱們可以非常明顯的看見，雞蛋液裡面有2種顏色，分別代表蛋黃和蛋清。直到這2種顏色徹底混合在一起，差不多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了。然後往裡面盛出1勺剛剛打磨好的芝麻粉，喜歡的可以多加1勺或者半勺。接下來再準備1塊紅糖，當然如果你喜歡吃白糖，也可以用白糖來代替，根據個人喜好而定。加糖可以豐富它的口感哦。最後用180度的開水來冲泡。用盘子给它倒扣过來，让它泡3到5分鐘時間。現在已經差不多了，別說揭開還真香。咱們的紅糖也融化了，然後只需要給它攪拌均勻。咱們一定要趁熱喝喲，趁熱喝它才不會有腥味。家人們，我們來試一試口感到底怎麼樣呢？哎，別說，口感還真不錯。把它當做早餐吃是再適合不過的，既簡單又營養。你知道黑芝麻配雞蛋這樣吃有什麼作用嗎？不要小看它哦，堅持吃一段時間過後，你會有驚喜。這可是傳統土方法。如果你平時喜歡吃雞蛋，那麼一定要用這個方法來試一試。而且呀，這個方法特別適合上班的朋友們，因為早上都要吃一點早餐才對我們身體好，而這樣做起來非常的簡單。黑芝麻提前像我這樣多打一點，每天仔細這樣沖泡即可。好了，家人們，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點關注不迷路，我是鹏鹏，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拜拜。